你吃过了吗？没呢。你要不要吃点东西？等会儿好像说咱们一起吃饭。行，我刚刚也晕的不行了，我要吐了。怎么样？你们有玩这个海盗船吗？完了。那我们现在还可以去哪里呀？有些什么项目是可以？打枪可以玩吧？这个应该可以吧？这咋打呀？从来没打过这种枪。谁要玩？我玩。我也想玩。来，你们俩先玩。 OK， 来吧。准备射击，祝君好运。哇！枪弹用完。哇，欧阳好厉害呀！神枪手。有样的，你可真了不起。好样的，好运。好样的。 10枪。我想试试，老师。那我也玩。这是3点一线，就是这个，然后看这个，然后对准红点就可以。眯我是突位，我是突位。兔妹。马兰罗特突位。准备射击，祝君好运。拖把，请。好，真棒！打得好，打得好。打完了，啊？按太快了。你是冲锋枪，然后你嘟。好，枪弹用完，停止射击。真枪手，累计射击。真枪手。妹妹，你要不要来？啊，来啊！哦，也玩一把，你可以获得最高勋章了。它是怎么对啊？3点一线。就是你从这个缝隙看出去，然后看到这个，对你放在肩膀上。哎，这个送的这个好搞笑，夹头发上风来还可以吹，这好可爱。嗯。对，按理来说应该是这样。对，按理来说应该是这样。对。谢谢啊。小风车，你要夹吗？好。可是这个就。her place. It's been a minute since I've seen your face. I didn't mean to call by your name. I shouldn't have said it, but I can't forget it. And I guess 不像傻子吧？不会，好看了。我帮你拍张照，你就知道了。戴上这个。哎，头上什么多的这个？这好像外星人，好可爱。还不错。你要吗？你夹了啊，这个夹头发吗？哇，这头发都跟铁丝儿一样。它突然好像就是那个天线宝宝里面有一个，就是那不是每个上面都是有一个那个像天线一样的东西。哎，妹妹，那塌掉了。这我们可以拿走的吗？可以，这是我们的礼物。啊，大洛也来一个。你给他戴了，你给我俩戴。你怕发型乱吗？不怕，我不知道，你来吧。我帮你夹一个这边的，感觉会掉哎。那就夹到后面。对，还行，我看。哎，你的还在转呢。可是你感觉可能要夹多一点。夹侧面一点呢？可以，我来帮你用，这样就可以了。哎，来，欧阳啊，上，可以，欧阳。位置上。你跑起来还有声呢，你跑一下你就知道，跑起来是有声音的。你跑起来还有声音。好搞笑。可以，跑再快点就起飞了就。直接跑回去，也跑回去飞到空中回到小屋。有蜻蜓。对，直接转回去。你不尝试一下吗？你试一下。这我不行，我不会。这有什么会不会？谁会这个呀？就是赶出来就玩一下。让我玩一下。不用用力吗？就随便砸。
就好了。哦，轻松啊！这个不好瞄准，主要是。哦。拥抱住，抱住了。哦，同一个坑。啊，没有，就4个。 nice。有奖吗？4个。有什么奖啊？可以拿小或者小玩具。哦，都有奖。这个给你呗，给你呗。多好啊！这什么东西？不知道，就很丑，就它呗。好。这也太丑了。好看。好丑。这是什么啊？不会这个，你会这个？纯绿色。帮我挂包上吧。有点像。 现在是不是差不多可以回了？走吧，去餐厅。这边可以吃饭了。这斑马路真高呀！这个斑马路，斑马。哇哦，哇哦，哇，这么丰盛。哎，阿景都能吃，有鸡。你为什么不想往里边坐？因为这些全都是你能吃的东西，是吧？对。这个是猪肉还是牛肉？鸡蛋里面有猪肉。那把这个能不能跟那边的那个菜花换一下呀？不用，换一下吧，换一下。青菜只吃菜花，你还不换一下？那你可以把花菜往你左边挪一下。那夏夏帮他夹一下也好了。没有，下起来是花菜。这个就刚好你们2个就是 share 这盘花菜。我真的可以一餐饭我只吃花菜就行。难怪那么瘦。太瘦了，80都不到。他刚刚蹦极的时候体重都不够，差点低标，差点，对，就要飞起来。好饿呀！好，我们先吃。那个今天早上那个面很好吃，那个到底放什么调料了？先吃。合拍这个。为什么你的转不？哦，你的头发太厚了，转不动。你头发薄了是吗？意思是？是。你好，辛志莲老师。我觉得放旁边比较好。是吗？这边比较好。这叫锦上添花。它上面好像有点颠了，不行。没关系，我可以，我喜欢颠颠的。这个太颠了。开播。我记录一下你们剥虾的温暖的场景。关掉，谢谢。熟练。哎，是谁说什么要剥了虾要剥了才能吃啊？他说的，你说的吧？啊？你说你从来不剥虾，你只吃没剥过虾，然后你自己在那边剥虾。拿这个吃就好了，你们直接。我剥吧，你吃吧，我一会儿就剥完。没事。啊，这个汤很好喝，就是有点油，满嘴都是油。你们都喜欢喝鸡汤吗？要不来个再这个 size 的？还是小锅？我想买2只鸡，买生的回去我来做。小公鸡炒卷很好吃。这个给你们，肯定是吃的吧？我吃蘑菇，我很喜欢吃蘑菇。哎，没有。没事，我来吧，我帮你们。啊，没事。来，老本行。我也想要吃饭。好的。没事，一个来。没事。谢谢。这是什么饭？蛋炒饭。啊，谢谢。没事。那王子还吃饭吗？王子不吃饭。啊，好，我吃。你吃，我给你打点5。打点饭。瑞阳，你吃点饭吗？我之前给自己的预设，也是在这里做一个可以照顾大家和调节大家能量的人，但没想到就是一直在受哥哥姐姐的照顾，但是我还是希望就是能做一个能照顾到大家的人。
我来呗。这个我来摆，这个我太在行了。现在大家都好主动啊。这种感觉太奇怪了，就是一群不认识的人，然后突然出现在同一个时间，然后彼此有交集。Hello。彼此交流，彼此熟悉，然后这么短的时间有这么深度的交流，这种体验真的很奇妙 ，crazy。感覺今天蠻開心啊，大家，係咪？他們蠻開心，我們也蠻開心。有啲 friend 我係會繼續做 friend 嘅，未必全部都可以。係。我們今天聚在一起，其實我覺得。真的是像朋友聚在一起的感覺，我覺得大家好像更放下自己了，更打開自己的門了，然後大家那個感情我感覺是有升華的，就覺得特別開心。對，我就覺得值了這次來。左腳，左腳嗎？谁拍照？拍了沒？拍了，还在录视频呢。好，这个新，这个什么？哎，耍我们没？哇，好看！哇，现在还有这个光，可以吗？哦，可以，很好看。我拍的是啥？我拍的也太丑了吧，毫无技术。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一、周二中午12点双更，每周一 SVIP 抢先24小时看下集。华为用户升级至鸿蒙 5.1 及以上版本，参加鸿蒙有礼免费领取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有你的恋歌2》。看到那台大大的电视了吗？我们的电视开着。这个电视看起来就有点大事很妙的感觉。要搞什么？搞大动作，太恐怖了。去客厅集合。有讯息哦，大家看一下。长辈的眼中。哇，不会吧？不是吧？我天哪！哦，完了又要哭了，现在纸给我拿回来。别搞啊！他是怎么找到我们家长呢？哎，出现了，谁的？我是欧阳俊的妈妈。哎呀，欧阳俊呢是一个善良、正直、有爱心的孩子，也是一个为了坚持自己的梦想，愿意付出代价的孩子。他有一群热爱音乐的好朋友们，我知道你们也面临很多压力，但是有音乐与你们为伴，你们是幸福的。一个孩子能够发挥出上天所赐给的天分，真的是足以让父母感到骄傲，感到自豪了。好可爱嘛！别哭了，没事。给我拿纸的人是你吧？俊，对于欧阳俊的期待，我真的希望，对于过去呢，不懊恼，不后悔；对于未来呢，不焦虑，不惧怕。有的时候在婚姻中需要有一些牺牲，需要有一些妥协，那就要有一个能听的耳，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我想欧阳俊在这一点上做好了进入婚姻的准备，有爱人的能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非常相信欧阳俊择偶的标准，择偶的眼光。对，欧阳俊所爱的就是我们所爱的，欧阳俊所爱的就是我们所爱的。好好的妈妈，好好哦，哇，这妈妈很好，很尊重孩子。相信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也许转角就遇到爱。
哇，说的好好哦。哇，好会讲哦，妈妈。哇。他妈妈的表达能力非常好，说话不紧不慢，非常是来自一个母亲的那种真实的那种对孩子表达那种爱的感觉。我感觉他内心很强大，所以才会有那种从容感。这个，我妈妈住在这个地方，他们搬离城市了。哇，好幸福啊！我当时来节目，其实我挺犹豫的，因为我没想过我能不能被人拿放大镜看见。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然后他就鼓励我，他说儿子你大胆点，你只管去。他说你去的目的就是要去发光的。然后我就特别被鼓励，被建造，然后就对。有啊，大家都有见到啊，很好啊。Nice。哎，谁的？这是谁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周，林玉植的妹妹兼工作人员。哦，亲妹妹吗？哇，好漂亮啊！很像啊，你俩有点角度。她是属于那种表面看上去淡淡的。让妹妹失望了，来这儿还是当厨子，让妹妹失望了，失望了。对不起，老妹妹，看完节目怎么还是厨子？为了义乌人的饭。是啊，好，你看，我妹讲的基本是对的，就是我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然后她说我喜欢一个人会记住大家所有的细节，其实我会记住每个人的细节，就是我希望大家都很快乐。那你跟你妹是就从小一起生活一直到现在吗？10几年没见。啊？她是今年才到上海来工作，就10几年，应该我想12、13年里面只见了3天2天。为什么呢？因为我爸妈是不同地方的。有点相依为命吧，然后认真的说的话，其实我在他来之前，我的状况更严重。他来了之后，还是很大程度的，稍微像个活人一点吧，就是因为家里有一个人在动，就所以就稍微好一点。然后就大概住了有一段时间之后，开始熟起来，就是有一种血浓于水的熟悉感。之后，就我也开始会没事逗逗他，跟他聊天这样子。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他妹妹说他哥哥是一个慢热的人，但是妹妹来了之后，他又缓和。就我可能会去想，他是可以被慢慢的治愈的，且他是需要人陪伴的。我希望他可以打开自己，就是让别人来陪伴他。我呢，就是威廉的母亲。只闻其声，不见其。对于这个威廉的这个对象呢，主要还是看他自己。我觉得就是还是人品啊、修养啊，对吧？3观啊，这个肯定是要正的，端庄大气一点，气质好一点就行了。好多要求。长相呢，还是威廉为主，但是呢，就是讲话要有一定的风尚感。能看出来，威廉家里包括阿姨说的话，就感觉对未来儿媳有很高的要求。其实这段时间跟大家相处，我相信在座的朋友们已经知道，我可能是一个被父母宠坏的一个孩子。我爸妈其实是对我特别好，然后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家族，大年初一大家在一起过年的时候的人可能有差不多50个人，然后我又是最小的那一个。所以我会觉得自己确实是在爱的环境中长大的。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景的好兄弟，我叫 Anderson。怎么感觉是自己呀？我一听我就知道。
你是自己偷偷录的，开了个。这是我录的，这是我。你自己给自己录的呢？自己录。他是一个非常真诚、值得信赖的人。我要笑死了。他对吃的太有要求了，很多东西都不吃，也不爱吃。和他出去吃饭，永远只有那几家，这也能代表他的专一。作为朋友，当然是希望他能找到一个真正懂他、能让他开心的人，能看穿他高冷的外表下的温柔，并且珍惜他。最重要是真心对他好，毕竟阿锦认真起来会全心全意的对别人好的。也请大家多多关照我家阿锦啦。这个朋友是真实存在的吗？我存在，我见过这个朋友。哦，刚好这朋友他也认识的。哇，对，那很有缘分呢。我就是通过他，然后有之前去过他店里玩。哦，这样子。因为这个人是我的好兄弟，然后其实我妈不知道我来，我单亲的。我家的事情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有点复杂。我在这边我年纪比较大吧，然后就好像一个大哥哥一样，然后看到有一些人有一些什么小问题，然后我都好像想要去帮他解决一下的感觉，那所以我就可能会跟大家多聊一下。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紫娟妈妈。紫娟从小就特别的善良。我记得紫娟差不多6、7岁的时候，同事给了3块紫娟特别喜欢吃的巧克力。当时呢，她正在和3个小朋友跳皮筋，拿到巧克力就去分给他们。准备给第3个小朋友的时候，她愣了一下，但还是把巧克力给了他。当时呢，我看在眼里，特别的心疼。女儿现在的恋爱，我更倾向于男孩子要有社会担当和责任感。关于异地恋，不倡导，可以创造机会同地恋呀，对吧？我希望女儿能遇到自己所爱之人。紫娟，你是妈妈永远的骄傲，你是妈妈永远的骄傲。未来的路，愿你坚韧有爱，一路繁花，加油！哦，没事，先哭完，没事。我其实就是，我是听我妈说的，就是我是1岁不到的时候父母就离异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单亲家庭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我记得我的就是一些阿姨，她们有说，当我妈妈没有我的时候，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反叛的一个，就是在当地也蛮厉害，然后很要强的一个女人。然后说有了我之后，就整个人就是蜕变了。就是我毫不夸张的说，她好像把她所有的东西都用在我身上。他好像一个百宝箱，我问他任何的要求，我问他任何的我需要什么东西，他永远都可以给我掏出来。然后我从来也没有听过他说过累，说过有负担，他就一直能承接我所有的东西。其实有一件事情他一直不知道，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上海读初一，然后我妈妈就是把家里面的工作辞了，就全职陪着我在上海读书。当时她应该是下班吧，我睡得半睡半醒的时候，我听到她在哭。她一直说我是她的骄傲，但是我觉得她
是我的骄傲。我很庆幸我有这样的一个妈妈。其实我的家庭就非常像我妈，她在40岁的时候，她带我完全就是到了另一个城市。我从小也在转学，就是我没有在完整学校读完过，永远都在尝试融入新环境，永远都在讨好，永远都在讨好。我不敢想象，我假如是一个女性的话，我40岁，我带一个10几岁的孩子，然后完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这样打拼，然后从最小的这种房子这样弄。但是就在我心里也是，我觉得我妈妈永远都是超级有力量、超级坚强的人。我也是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在我18岁成年的时候，很早很早，大概凌晨5点6点，然后她就给我发了一篇长长的短信，她说：“儿子，其实比起你需要我，我更需要你。如果没有你，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坚持，或者是我能不能这么勇敢这样子。”然后我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就是她也很需要被爱、被看到。我妈妈她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勇敢，她有非常非常多无助。我是从小是奶奶带大的，然后在她离开的时候，我是在某个节目里面的，我是没办法回去的。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是没有家的人了。然后我写了一句歌词，最后再见几面，和那些曾经热烈过但最后不知为何沉默的人再见几面，因为每一次都是倒数的再见。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爱你身边的人，其实很多方式，就要出差之前先回家待2天。他们真去算的话，真的没有再几面可以见了。对，就我也经常想这个问题，已经在倒数了。好沉重啊！好沉重。我们要继续喽。来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迪迪的发小 ，Hello， 迪迪。我们2个已经认识30年啦。其实我们2个在娘胎里就已经认识了，因为我们2个的妈妈就是最好的朋友。迪迪从小的时候呢，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善良，然后很有上进心、很有意思的一个朋友，所以我们从小到现在，他就像家人一样。那对于他的另一半呢，我还是有几点要求的。那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要品行端正有上进心、有责任感。长相呢，我觉得过得去就行，也不用特别的帅，太帅了也比较有危机感啊。然后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要爱迪迪，对迪迪好，真心的喜欢他，因为他真的是一个特别值得被爱的人。最后祝我的宝贝你一定要幸福哦。很了解我，超级了解。我小的时候是从出生之后我就没有怎么去见过我的父母了，然后一直跟我的爷爷奶奶，所以我记忆里是人可能不需要爸爸妈妈是在身边的，所以我不会觉得老是想，哎，我爸爸妈妈怎么不来看我？我是觉得每天很幸福啊，可以见到爷爷奶奶。12岁是我人生的一个分水岭，就是我母亲她组成了新家庭的年纪，然后我爸爸也组成了新家庭。他们之前会给我未来计划，未来你一定要去哪个大学，未来你要做什么工作，全部给你人生都规划好了，你就按照我们这个步走就可以了。他们可能以前是这样设计我，但是后来到我12、13岁之后，他们就没有什么心思往我这方面投入了。然后我爷爷奶奶那时候身体不好了，我就不跟我爷爷奶奶在北京生活了，我就被安排到广东的一个学校。那个时候其实我的就是初1的年纪，就是我人生里的18岁，就是我在13岁的时候就成人了。然后20多岁的时候，就是会因为我长大了嘛，然后父母可能也不忙了，他们就会再次跟我联系，就会联系的多一些。然后我就跟他们相处，就是好像我是20多岁才认识我的爸爸妈妈，好像交了个好朋友一样的感觉，然后相处起来也很舒服。就是他们有什么难处会跟我说。我的父母从来没有说让我怎么样，他们都说我现在遇到了一些生意上的什么问题，你帮我
看看能不能提些意见啊什么的，或者家里人需要说生病了，说能不能帮我们去找个医生。就是我跟家里人的关系是现在是互帮互助的这种感觉，一个有血缘关系的亲朋好友这种感觉跟我的家人，我会觉得特别舒服。然后但是相反的，我在那个朋友关系上，就是会倾尽我所有的情绪。就是我的朋友如果今天跟我闹个别扭，对我来讲就是世界塌了。就是你们说亲情的时候，我的亲情其实是我的友情。太不一样了，太不一样了。然后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被爱方面，我会有一点不太会接受别人的爱。比如说一个异性他接近我说想跟我在一起变成另外一半，说什么想结婚什么的，然后说以后我们就是家人了，这种我就会觉得很怪，就是在我的生命中没有过太多家人的体会，然后我就会觉得非常非常奇怪。之后有一段时间就是青春期之后吧，18、19岁到20、25这样子的时候，就开始有一段时间强烈的对家庭的渴望。身边的人会灌输那种，我妈妈怎么着，或者我爸爸怎么着，然后看多了会发现有点代入进去了，然后就会想给自己设定，如果我自己没有感受过家的味道，那我就自己组成一个小家，我自己给我自己带来家，或者我给我自己的孩子创造一个家。然后那个时候想对结婚的欲望是特别明显的。然后谈过几次恋情，然后发现好像并不是说很轻松能找到一个可以给你组成一个家的这样的人，这是个挺难的事情。对，然后我之前谈过的所有的，比如说恋爱，全都是有非常长的时间基础的，都是要么就认识几年，然后要么每天持续要聊，高频率的聊，什么半年以上，这种才会让我从熟悉的感觉想有变成有可能的人的感觉，我是这样子的。他讲完我就了解哦，原来是这样子。我想我们的共同点就是我们可能不是在一个很幸福的家庭里面长大，这些小孩其实是特别缺爱的。我对弟弟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弟弟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爱的、被爱的一个人，只是你可能不太知道怎么去接受别人的爱。逞强，我觉得你很会逞强。就比如说上次不是跟你去滑雪嘛，你跌倒了，其实我看得出来表情很痛。然后你第一句话就是你不用自责。还好啊。你千万别自责啊！我这个地方本来之前受过伤，跟你没有关系。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哇，你是真的没事吗？然后我特别担心，说今天我就先让你们出去，然后就带他去看医生。但今天看了没事了。你看他到现在还是要安慰大家他没事，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多放开一点，接受一下别人对你的好。谢谢你。家有3个小孩，这不是我爹吗？好可怕呀！嘉瑞呢，我觉得他这个人呢，其实是很聪明的，人呢也特别善良。据我了解啊，他在我面前很拘谨，也很拘束。就是在同学面前的时候呢，还是很开朗的，很善于跟人家沟通。虽然我们可以说他没心没肺，但是恰恰在这个时代。如果说很真诚的对人家，人家对你就会很真诚的也对你。看到爸爸的影像，觉得哇，太惊喜，太震撼了。哎，突然跟我说这么多真心话、关怀我的话，我觉得还挺奇怪的吧。哎呦，从何讲起？他突然说这么正能量，没有辱骂我都不习惯。我家里就是姐姐跟弟弟，他们俩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人，然后可能就显得我在这个家里有点格格不入，而且就是有一点就是落差吧，因为就是我弟弟出生之前，我是家里最宠的小孩，对，就是他一出生之后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就是特别特别封闭我的内心，就是我有想法，也就是很久都不会跟别人说了。可能后面我就不懂，就是怎么样去表达关心。
这次其实来小屋，我给自己的预设，我是想着我应该也不是这里比较小的人，我就是你还是姐姐是吧？对，我是姐姐，我应该照顾大家的。然后结果一进来怎么就大家都在关心我。我之前在家里可能一直扮演的都是一个调节情绪，然后烘托气氛的人，但没想到就是完全相反。在这里的生活，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家有儿女，我是里面最受宠的小女儿。我自己家里人可能都没有给我带过这些，然后就是你们就跟我也是非亲非故的，就是我就觉得是受宠若惊。还是很谢谢大家，然后我觉得自己真是做的蛮不好的，就我确实应该成熟一些，然后为大家多做一些事情。你就好好享受被我们爱就好了。你已经做足够好了，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真的。这你一定是值得被爱的。当然，你还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我其实很想就是成为就是保护别人的人，其实我梦想是成为迪迪这样的人。你会的，但是现在这些东西交给我们吧。对啊，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能爱人的人，成为你们的结合体，成为恋恋秀 Plus。还记得我吗？记得我吗？好可爱，好有爱的一家。我从小的家教是超级严格的，就是严格到甚至有点扭曲。OK， 我确实是一个公主，就是衣食住行，对，就是人人羡慕的那种。但是我是一个被囚禁的公主，我是完全没有办法，就是有自由任何的选择。包括像感情观的话更严格，就是没有办法跟男性接触。像学校如果有出去一起旅游啊，只要有男生呢，父母是不会给的。啊，这个为什么？这其实是他们保护的我一种方法，但是有点太过度保护。过度了。如果真的要跟朋友出去，我朋友要交身份证给家人，然后我妈会跟在后面。对。但我是一个很不甘心的人，对，虽然看可能外表甜甜什么，但我内心是一个非常不喜欢规矩的人。我觉得规矩就是要拿来打破的，所以我在那个房间里面，13岁的时候，天天就想尽办法，然后刚好当时很幸运，活在了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就自己存钱买一把木吉他，当时开始翻唱歌曲，然后发到网络上，发现到原来有人会给我回应的，就是各种的网友啊。然后从那一刻起，我的世界的大门灯突然间开启了，我在那里找到我的小小的世界。对，我是从那时候就开始自己赚钱，因为我想买我想要买的东西，我想穿我想穿的衣服，那我就自己赚钱咯。然后16岁的时候，刚好有个机会，就在网络上有这个就你们熟悉的歌曲，但是当然家里反对啊。但是我把自己在房间里锁了3个月，我父母受不了了，给我谈条件，我就说这首歌让我发一下，如果它火了你就让我去，如果不行的话我就按照你们所有的计划。然后我赢了。很厉害。你在发光。在发光。其实我当时听完他的经历还蛮心疼他的。我觉得从他的家庭，我更能看出来小草是一个很坚强、很有自己态度、很有个性的一个人。我很欣赏这种性格的人。独立女性这一块儿，其实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可爱、活泼、开朗的人，所以我也没有想到说他也有这么的一个经历的
争斗的一个过程，我对他很佩服。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兰。当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就得以证明我嫡掌柜的身份了吧？我眼里的马瑞阳其实刚开始是一个有些锋利，让我有点害怕的女生，但这7年时间的相处里，我现在心里的马瑞阳就像是一个呲着牙，但是你看他已经躺在那里露出肚皮的一只小猫吧。如果马瑞阳在这里遇见了想要继续走下去的人的话，那我会特别开心的。希望你能够在他需要你的时候及时出现，我希望你能够被这个傲娇的小女生所信任和依赖，让她在做决定的时候有坚定的选择你的这个勇气和底气吧。加油吧，马瑞阳，永远爱你哦。好漂亮啊！你怎么？我以为你是不会流泪的，然后你的表情是那种……本身就是我自己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很害怕这一 part， 因为我很早就知道有这 part 的存在。是的，知道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是因为在节目之前，我的节目组的人他说你一定要去告诉你的父母，就是你来参加这个节目的事情。其实我那个时候非常的抗拒，因为我从小到大的基本的所有决定都是我个人去做的，父母是一个散养的状态。然后后来留了一个紧急联系人的方式，然后那个人是我爸爸的，然后打个电话过去，我爸疯了，我爸给节目组一顿好骂，他就是整个人就是像在那个叫什么反诈一样。我的 PD 也极度的受伤，他被我爸爸撞到了，对，然后我爸又是一个比较固执。就是他是对我的掌控欲是很强的，他很难从他那样的状态中转换过来，因为可能中间有很多年我们是没有联系的。就是上次我跟他接触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儿，然后再一次接触，我现在已经就是读研了，我也有自己赚钱的能力了，然后但是他没有从这个角色中转换过来，所以他很担心我，就打电话过来给我，他说你冒着有课不上的风险跑去谈恋爱，意义何在？然后我就在去往杭州的那个车上，我就崩溃了。因为我觉得我的崩塌不是说他这样去教育我崩塌了，而是好像我自己建立的这个小小的世界又被摧毁了。我就会花很多时间再去重建，这是一个很自我消耗的一个过程。后来我就没办法，但是必须要有这一盘，我只好找我的好朋友去帮我把这个空缺弥补上。挺恐怖的，就是我爸也永远是那种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去指点我，我更倾向于自己给自己营造一个有安全感的小家吧。其实我觉得我的感情观在以前是比较不正确的那种，直到我经历了一段比较正常，让我觉得很幸福，让我觉得非常有安全感、归属感的一段，然后我就开始去重塑自己，大概2年的时间，然后现在就变成了现在的我。现在的我就可能是一个高阶版的我，然后我觉得现在的状态就很舒适，可能我不是很渴望。我现在好想谈一个恋爱，我只是希望能够遇到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契合的一个灵魂吧。我很在意这一点。你身上透露了超强的自信。我觉得瑞阳是一个特别有力量，并且特别会照顾人的人。所以我非常开心你来到这个小屋。瑞阳也是逃离了那个地方，逃离那些舆论，逃离了所有东西之后，也能不断的在情感关系里面去重建自己，然后变成了一个自信开朗的人，很厉害。我就感觉那个感情观好像跟以前的家庭的关系好像影响挺大的，然后跟自己现在择偶标准啊，包括一些想爱与被爱的这种关联也都挺有关系的。嗨，大家好，我是王协一的妈妈。
好年轻啊！救命啊！为什么会有这一段？谢毅的性格呢，有着山东男孩的率真与善良，可能从小就在我们非常有爱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原因，有点恋爱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也很脆弱，有时候也会默默的流眼泪。哎呀，孩子没事吧？孩子，你掉凳了吗？关于异地恋的问题，我觉着距离不是问题，只要先一喜欢这个女孩，想和她在一起，不管多远的距离，我和她爸都会全力的支持。这个很厉害，妈妈很会讲。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哇，妈，你又用豆包了是吧？如果以先毅的能力平不了，我和他爸会赞助他平。哇塞，哇塞！虽然爱情是一道无解题，但是我相信你们都有通往爱情的密码。好好的享受年轻而又热烈的爱情吧。爱你，妈妈。哇，太会讲了，妈妈。哎呀，咋说呢，就是我没想到有这个环节，因为我跟我妈每天都在聊天，就是我俩其实是那种无话不谈的那种，真好。父母就是从小到大会无条件的支持我去做一些事情。我爸妈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型的3D 投射的游戏，体验就好。这么帅，我就会立刻觉得，哦，原来怪不得这个小呆瓜就是这个性格这么，你看开朗、积极、活泼又自信，哦，原来是来自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家庭。我还是蛮看重的家庭的和谐。聊完家庭的环节啊，其实大家很开心，让大家有一个机会去说出自己的一些比较脆弱的面啊。能够放下很多对过去的这些不满，越来越自信，敢去爱，也敢承认、大方接受爱的一个温暖的人。加入超品俱乐部，带上有超多权益的超品通行证，解锁当家潮爸新体验。更多专属权益，上芒果 TV 搜超品俱乐部。大家看节目的同时，也别忘了升级芒果 TV 会员，等级体系换新，互动玩法拉满，V9更有专属权益。亲爱的威廉，有人为你点播了一首《我》，请用心感受吧。我镜子里的他，好陌生的脸颊，那个我是真，那个是假。我觉得应该是瑞阳吧。我觉得可能有2个意思，一个是对我的鼓励，然后另外一个是可能他也可能想要从我这里来获得一些对他的肯定。我给威廉点了我，因为那首歌是我比较有感触的吧，就是你见到另外一面的我，你是会闪躲还是会更爱我？看来是会闪躲。我开玩笑，人家可能也没有爱我了，就是想表达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情吧。因为我看到威廉，就是他有很认真的听我去讲述我的过去，然后我看到他眼里的那种神情是复杂的。然后他又很认真的看着我的眼，他说瑞阳，我觉得你真的特别好，我能感知到他的真诚。就是当你在感知到一个人真诚的时候，你就想多跟他去表达一些，对，因为你知道他会认真的聆听。是的，我很喜欢这样的人。你今日的点歌已全部播放完毕，
祝你晚安，好梦。就让我似水哒哒哒哒哒哒。我觉得每天去电台收听有没有人给我点歌，这是压力最大的事儿。亲爱的嘉瑞，今天你没有收到点歌。中了。亲爱的阿诺，有人为你点播了一首《往事随风》，请用心感受吧。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听的是《往事随风》，我在什么往事随风？没什么往事。我在想是夏夏。你这首歌如何？就从这下面下去，是不是很沉？我还没看呢。你想表达什么呢？珍惜当下吧，也不是，就是我也不懂。妹妹，我可以问一下你想点给谁吗？林哥，他今天一直都跟我待一块儿，就对我太包容了。又有人为你点播了一首《需要人陪》，请用心感受吧。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然后说需要人陪的时候，我又有点疑惑，是你需要人陪还是我需要人陪的？我们晚上聊了关于自己，就是成长环境，包括家人的这些东西，他其实是需要人陪的。我希望他可以，就是打开自己，就是让别人来陪伴他。你今日的点歌已全部播放完毕，祝你晚安，好梦。亲爱的欧阳，今天你没有收到点歌，忙碌的日子记得照顾好自己。一开始会有点失落，第一反应就是 OK， 就是你告诉我了，我知道了 ，OK， 没问题，我接受。他其实也有自己想要选择的人嘛。我想问阿诺，昨天晚上你说的话，记不记得？什么时候是？我是有个先后顺序的。他有心动的人吗？我不是他的 first one 吗？我肯定希望自己是，但是那不是，那我也接受，事与愿违啊。我就觉得保持距离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尽量不要再给他压力，让他困扰。亲爱的夏夏，今天你没有收到点歌，忙碌的日子记得照顾好自己。我当天晚上没有收到点歌，但是我是预料当中的，对，因为我反而就松了一口气，因为就是我会觉得阿诺他肯定也不会再给我点歌，然后欧阳没有点歌，我是觉得他可能今天也察觉到我对他的态度有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算是符合我的预期。亲爱的瑞阳，有人为你点播了一首《蓝莲花》，请用心感受吧。我不知道，或许是威廉吧。林忆莲，因为我们在车上有讲到林忆莲，我问他，我说你最近喜欢听什么歌？他说我最近蛮喜欢听林忆莲的。我真的是想要点个瑞阳，因为他讲他想出来参加节目的时候，他的那种无奈，他来的路上还大哭一场，哇，就是，然后第二天就是我们见面那天，他是完全又是一个 Hello， 就是我真的很想知道他是怎么去
调整自己怎么去经历，就是或者他的这些经历，我觉得真的能够有很多力量能够支撑到我。你今日的点歌已全部播放完毕，祝你晚安，好梦。亲爱的迪迪，有人为你点播了一首《找朋友》，请用心感受吧。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好朋友，然后让我欢乐的歌，我当时一下就猜出来是阿诺，因为我跟阿诺，我们两个内心深处，他现在的他很像以前的我，带有一点淡淡的死感，什么都不是很在乎，但是内心却非常细腻，这样子的人。然后我又非常能理解他点这首歌的那种当时的状况，发现我跟他也很像，这是我自作多情的感知。我点歌给了弟弟，就是聊完之后，因为我们太像了，很多方面很像。因为我在我的生活里面没有这种跟我非常像的人，就包括情绪反应都很像的人，没有，所以我就发了一首《找朋友》，然后遇到很开心，也遇到一个这样的朋友。又有人为你点播了一首《孤独患者》，请用心感受吧。笑声、欢呼声，炒热气氛，心却很冷。然后第二首听到的时候，整个人下巴都掉在地上了，然后感觉就那种窝了个大香蕉的感觉。孤独患者就是本来我要给阿景点的，我要点给阿景。我其实想表达的是，他一直想听我们的表达，但是他对于你会发现，他对于他自己的事情他是不讲的。那给他点一首他自己内心就是代表内心封闭的歌曲。好，该点一首，我知道了。然后当时听到孤独患者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有人泄密了？我像个孤独患者，自我拉扯。自我拉扯，孤独患者，就这两个关键词。自我拉扯，可能他觉得我有点拧巴。那你觉得自己是个拧巴的人？有点拧巴的。孤独患者是陈奕迅的，然后我感觉很像他里面的歌词，因为他说这你表面可能很外向，但其实里面你是一个很孤独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他，就是他的歌。你给我点的歌跟我刚才给你点的歌一模一样。真的吗？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我以为你没听明白啊。是我想给你点的，为啥你给我点啊？你也这样啊？因为好巧啊！我选这首歌给他，然后他也有想过选这首歌给我，我感觉是我们可能就是有一点点了解吧，我也不知道。亲爱的阿景，有人为你点播了一首《心墙》，请用心感受吧。你的心有一道墙，但我发现一扇窗。我收到的歌就是《心墙》，就是我前天点给他的同一首歌，就是一模一样的同一段。一开始想给他点那个孤独患者，然后后来之后我点完了，然后还没到那个时间嘛，我就抽那个时间看一下那个歌词，然后我就发现那个歌词好像不能诠释我的内心，然后我就赶紧去撤回了，换了一首歌，然后刚好我觉得昨天他给我点的歌非常符合我今天此时此刻想对他的一个感受，今天一天下来就点了一首《心墙》。可能他也觉得我心里有一道墙，他有看到也没有走进来的感觉呗，我感觉可能是这个意思呗。在基于前一天我听到这首歌的第一感受是你的心像有一道墙，然后在今天的 VCR 里边，然后他对于自己的偏一些比较隐私的事情，然后我能感觉到他有所保留或者不太愿意提及，那我会觉得他其实也是跟我一样，内心里可能有一道墙，所以这首歌同样他送给我的时候，我也想送给他。你今日的点歌已全部播放完毕，祝你晚安，好梦。亲爱的小草，有人为你点播了一首《有没有》，请用心感受吧。
Turn off your favorite song, just like there's nothing wrong。有没有想过我？又有人为你点播了一首《不再见》，请用心感受吧。我盛装出席，只为错过你。祈祷天灾人祸分给我，只给你这香气。我觉得是威廉吧，王子。我感觉是他会喜欢的音乐风格。我自己点了一首《不再见》给小草。其实我初选的就是他，然后阴差阳错的被换掉了。后来他也跟我讲，他说其实他没有换我，是被别人给换走了。哎，我知道了。略带惋惜，就是没有想到这种阴差阳错会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也只是表达。那我的内心告诉我要发这首歌，那我就很勇敢的去表达。你今日的点歌已全部播放完毕，祝你晚安，好梦。晚安。亲爱的小一，有人为你点播了一首《无法抗拒的你》，请用心感受吧。这个歌好听。都没用，只想亲口听你说你喜欢我。哎呀，我发现我点错了。我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很开心，无法抗拒的我，哈哈哈哈哈哈！就是像我收到那个值得你有感觉一样开心，就是我感觉这个歌名很直球嘛，人家给我点了一个这么直球的歌曲。我给人点了有没有，一对比的话，我就很模糊，很委婉。当时觉得我点错了，我觉得他出来之后必骂我，当时觉得肯定会骂我。我有点混乱。哪一首是你的？哦，有两首啊？有两首吗？朱之外，朱之外，有两首吗？朱之外，三首，四首 ，Really？ 两首，你觉得哪首是我的？三个字。猜吧，我不知道。不对，什么叫哪首是我的？我没跟你讲。这不是你呗？那你好有魅力啊，好不好？因为今天你说的，咱俩就是可以不给对方点。你想发给别人吗？什么？你想发给别人？不想。你可以呀。我不想。那如果发给别人呢？也可以啊。你会不会难过？也可以啊，可以啊。是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所以你给别人点了吗？所以你给别人点了吗？我说了你会生气吗？会。我给别人点了。好啊。真，我没骗你。看着我的眼睛说，真的吗？真的吗？我今天给皮友点的。那很好啊。但我点的是一首很友情的歌曲。不是，你没给我点，我还说了对啊。不是因为今天刚刚聊的那些嘛，我觉得很正常，对吗？就是说。但是你还是
不是，那我觉得我有点傻了。我还是点给你了。那我显得我很傻呀，这样显得我很傻呀。我当真了，我在激我，那我说那好啊，我可以给任何人。今天谈的真的很好啊，就大家聊的真的很好，我觉得，而且是可以互相鼓励的。好吧，那其实我点的是你有没有爱过？就知道了。哎呦我到底什么时候能藏住事儿啊？我这个年纪真的我服了呀！我看到你的死出，我就知道是第二首。我啥死出来了？我藏的多好啊，刚才。没有啊。OK， 那我问一个问题：如果今天就是你可以不给我点，我也不会生气。你要给谁给？认真吗？认真。但是也可以包括我。什么？但是也可以有，就是就你啊，就你啊，就你啊。那你给我说那句话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不想你，因为这几天都给我点，然后后面可能发生有什么变化啊，还是怎么样的。我这句话说了太多次了，不想说了。就是我从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到最后一次都是不会是给你。Your love's like an ocean, that I wanna stay and float away. 公主们都是很棒的公主们。你为什么那么深刻？我什么深刻？哦，你说的深刻是为什么会对你的感受好像有很深刻的理解？不光对我，对每个人可能都是。就是感受到，就是感受到。就是我觉得你感知的很迅速，很敏锐。因为我就不是很擅长，就是感知一些具体的东西。我觉得你其实是很渴望爱的，对不对？但我不想被说出来。你戳破我了。但是我觉得往往总是越渴望这些东西，越会把自己包装起来。但现在讲通了，你就会再放开一点点。我就想说出这个意思。就融入进来就会好很多。我只是那个时候我就很怕被丢下。我看得出来，我了解了已经。你懂就好。还没说完，但是我觉得你总是很客观，你好像不仅局限在自己的视角。有一个原因，我很小的时候学会了一个词叫 "turn off your humanity"， 就是当你没有感性的时候，你就会很理智的去分析所有，因为这样子你也不会受伤，也不会疲惫。就平常的我是几乎绝对冷静的，这可能就是一种习惯，但不一定它是对的。就我觉得活得自我一点会更好。我特别佩服那种能自己找到开心的事情。我觉得确实非常欣赏他，他的话题很高深，我觉得我有时候我接不住他的话。你像欧阳，我随便跟他唠，我跟他唠多久都行，但是在阿诺面前我会胆怯的啊。干嘛？对不起，第一天是那个状态见你。我现在更认识你，我知道你肯定也很敏感。我并不在意。OK， 没问题，你别装了，别搁这装了。我真不在意，我只在意我在意的人。OK，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那我表达我想表达了，行不行？你给我个机会让我表达一下我想表达。烦啊你！你给他机会呗，你就听听呗。对，你让我表达我想表达，我真的觉得，就是感谢你，我很抱歉。你知道什么救了你吗？是你呀。因为那天不是我主动选择的，但凡是我主动选择的，你完了，我这辈子不会原谅你。那确实。瑞阳他是一个有话直说的人，他真的是一个能够指出我问题的人，他是一个可以让我进步的人。虽然他比我小，但是我真的感觉从他身上能学到很多东西。对，我真的想给你提个意见。你悄悄说行不行？好，没事，你说吧，你说。就是我觉得我刚才就是夏夏在看完他那个视频的那一趴，我觉得他还有很多话没说，包括大家对他的话没说，但是就是戛然而止。
因为话题转了是吧？走偏了，对。我很庆幸我有这样的一个妈妈。其实我的家庭就非常像。你察觉到了他的情绪，你想去表达你对他很认同，你很共鸣，但是我觉得这样有失分寸。OK， 那我 sorry， 就是我觉得那个时间就是应该留给他，然后让他被围绕着，让他是主角。因为你的善意，就是如果是通过这种方式，他又不一定会理解到。如果恰恰也是一个像我这样比较高敏感的，我觉得他会很伤心、很沮丧。因为我没有意识到，我又在表达自己。瑞阳就是他一句话就让我想到，原来我那么自私。我一直在表达我一直想告诉别人，我一直想要输出，用共情，用这种方式想要告诉别人，没关系，我也经历过，那不就变成别人的困扰了吗？我当时好想骂你，你没看我当时一直对你皱着眉头，你看到了吗？你太沉静了。不是，我以为你以为我在认真倾听 ？No， 不是。那你觉得应该有什么方式可以再？就下次注意吧，因为现在已经没救了呀。呀。帮我一起，我觉得需要给他一个表达的机会。确实，你刚刚那个点特别提醒我。你叫我干嘛？你自己去啊。我知道，但是我怕我去就太什么？太刻意，我去才刻意嘞。不好意思啊，我说我给你一个那个去将功补过的机会，我把这个话都已经这么直白的点到你面前了，你就当做是你自己领悟的好不好？然后你去找他下来道歉一下，或者你去弥补一下。你干嘛拉上我？就是感觉就是还没有。首先我想，我突然意识到，就表达爱，有的时候我觉得倾听也是爱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形式。对，我主要想表达就是这个，就是没事，我觉得待会儿咱们可以再尽兴一点，再去把这些问题啊，包括跟大家一起再聊得透一点。OK。然后嘴真很笨呢。然后如果有其他的事，咱俩再聊，别说了。好的。我不明白欧阳在干嘛，我真受不了。哎呀，这傻小子！你看他30多岁的人了，你看看他。你还不说你跟我讲，我知道你住哪个城市，我知道你就在这里。所以刚才我觉得，就刚刚一直在混欧阳，就我知道他是想表达对你的这种共情，或者说理解的这种心情，但是这个人他总是就是表达的很差劲。我也知道，第一天我就感受到。没事，我觉得我也能感受到刚刚那个时刻是大家很愿意去听我倾诉。对。所以他也觉得很高兴。没有。好像是内耗能。没有，不要内耗，大男人不要内耗。95年的，不是05年的。赶紧回去洗澡。要去休息吧，今天大家早点休息，好不好？早点休息，好困。行，那我上去收拾了。走吧。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有你的恋歌官微，解锁更多惊喜福利和每期节目名场面。上微博搜索话题有你的恋歌，解锁节目嘉宾惊喜互动和网友讨论热搜名场面。我想多了解一下他呗，很兴奋，机会来了。我觉得他有东西想跟我聊。Hello， 我来了，王子殿下。给他放松的时候不要弄了他头发。如果说成为他伴侣的话，会过得很舒适。感觉我好像选错了。那你有没有特别想要了解我的什么啊？没有，不知道怎么跟你聊。绝对的折磨。我做了什么让你需要逃避我吗？因为欧阳其实是我想要更加深入了解的人。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挺想听他想跟我聊什么嘛。我觉得我们没有真正的在说话。我不知道怎么办。你先回去吧。感觉跟应酬一样啊。妹妹去哪了？妹妹一直没出现。等一下啊，弟弟呢？不在房间。房间东西不在了。啊？有可能离开了。哎呀，再见，提前结束了。我有点生气。